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讲国画当中用笔用墨的深度研究啊。这节课，我们首先这节课优先讲到用笔。用笔的话呢，所谓的笔墨嘛，其实就是用笔和用墨的方法。那么在两者之中的话呢，墨法主要是记录笔的一个运动留下的这个痕迹是服务于这种用笔的。所以说用笔呢是比用墨相对来讲更加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会先讲到用笔，包括古人说的古法用笔也说明了这个用笔在中国画山水当中也好，花鸟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的。学习中国画嘛，第一步就是练笔，要熟悉毛笔的笔性要熟悉毛笔的笔性，把握住它的一个脾气就是说我们要掌握住它要把它运用的纯熟运用的非常熟悉才行，要做到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必须要掌握住毛笔，而不应该让毛笔呢把我们的手给带跑偏那怎么去训练它呢？其实训练用笔的时候呢是有一定的方法的。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刚接触国画的时候怎么去练习用笔，怎么去打基础，也就是呢怎么去驯服这支毛笔。毛笔的话呢，我们前期练习用笔的时候呢，尽量选择用中锋的选择用尖毫的毛笔，就是说外边是羊毫，里面呢是狼毫。这种尖毫毛笔的话呢，它吸水量、挺拔程度都比较适中更适合我们去初期的一个训练。那么尖毫毛笔怎么拿毛笔呢？拿毛笔的方法是执笔无定法的，想怎么拿就怎么拿。正常情况下写楷书都是五指执笔法都是这样执笔的方式。那么我们作为绘画来讲的话呢，如果说全是这样去执笔的话呢，会显得很生疏会显得很生硬。通常情况下呢，可以三指执笔甚至有时候呢拿笔拿的比较靠下，画一些细节。有时候呢站起来画的话呢，旋肘旋腕画的时候那么通常呢我们拿毛笔会拿到更偏上的位置也是呢四指甚至五指，有时候三指。那执笔是没有定法的，想怎么拿怎么拿，怎么画着顺手就怎么拿它就行。但是怎么去驯服它，怎么掌握它，是我们这节课主要来讲的。用笔的方法的话呢，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些用笔的方法，比方说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就是中锋。中锋行笔呢是在我们国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用笔方法。那么中锋呢又称为正锋，我们先来看一下。中锋行笔呢又称为正锋，就是执笔是比较端正的笔锋平铺在纸上。平铺在纸上，我们来看一下调墨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在今后的调墨的过程中，毛笔一直是要处于笔尖上调浓墨，笔肚上呢保持一定的水分的一个状态，不要把这支毛笔全调成一个墨色出来，它是没有变化的。记住，之后不管是调颜色也好，还是调墨色也好，都是笔尖上的墨色要浓一些，笔肚上的墨色要浅一点，这样才可以。那中锋呢，就是执笔比较端正，笔锋平铺到纸上，保持笔尖在线条的中间，画出来的线条呢，它是圆浑的，它是匀整的，它是厚重的，含蓄，并且呢具有弹性的。这是我们在今后的学习书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笔法常用的中锋我们会勾勒一些花瓣的轮廓一些叶脉一些画一些禽鸟的眼睛嘴巴爪子这些结构表现这种严谨的、进谏的、丰实的形象，都会用到中锋。写意花鸟画但是画写意花鸟画的时候，并不是要全用中锋，我们仅用中锋是不够的，必须配合中锋、侧锋结合，才能做到这种横涂竖写，才能挥洒自如。那么我们呢，一点一点来分析先讲中锋怎么去练。笔尖调点浓墨，我们说了，笔锋保持在线条的中间，我们不管朝哪个方向行笔，我们朝下方行笔的时候，笔尖保持在线条的中间，
这样的行笔方式就是中锋。我们再继续练，不要蘸墨啊！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跟着老师的一个节奏啊，跟着老师画线条，大家呢也跟着这种节奏去训练啊。这个呢可以是一个陪练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我在大家眼前啊，陪着大家去进行练习，大家呢可以跟着老师一起来练。那么不要去蘸墨，也不要去蘸水。画完一根线条之后，我们在旁边再画一根，注意还是笔尖在线条的正中间，我们继续画它，也是一根竖线。好，继续画它。第二根线条，我们再继续画它，还是什么都不要蘸，再画第三根线条。行笔速度呢，保持一个匀速。练中锋的时候，尽量保持一个匀速，不快也不慢。继续画第4根，再画一根线条，第5根线条，再画一根线条，第6根线条，直到画成什么样子为止呢？直到把这根毛笔上的水分呀全部用光。行笔速度呢，可以保持一个中间的一个趋势，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这个是在练习用笔，练习中锋行笔。那么这是我们在练花鸟画的过程当中一种重要的练笔的方法，不断的去这样画它。那其实呢，大家也已经发现变化了，我没有蘸墨，也没有蘸水，但是呢，画出来线条它是有变化的。虽然仅仅用了一种用笔方法啊，其实这里面是包含墨法的啊。我们这节课主要讲笔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行笔的过程中，笔尖一直是保持什么状态？笔尖一直保持在线条的正中间，一直含在线条的中间。那这样的用笔方法就叫中锋。那通过这种训练之后呢，我们刚刚接触国画的时候，我们用的是生宣啊。刚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说哇，生宣纸好晕啊，一画的话它就会晕开。其实呢，大家感受一下，根据和老师这样一起训练之后，大家会发现生宣纸不再晕了。晕的生宣纸呢，仅仅出现在第1根和第2根线条，第3根之后，基本上呢它不再晕了。为什么呀？因为水分变得很少了，水分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呢，水分大的时候线条会晕开，水分少了之后，线条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晕开了。那么很自然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大家呢可以很自然的把这种生宣纸的纸性给它掌握住啊，一个小的技巧就可以很快速掌握住了啊。我们想要让它不晕，笔上水分干一点；想让它晕的时候，笔上水分多一点啊，笔上墨色多一点。当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出现第1根、第2根越来越浅的一个状态呢？是因为我们调笔的时候啊，我之前重复过一点，就是说笔尖上的墨色浓，笔肚上的墨色浅。那么由于我们用画线条的时候呢，主要以笔尖上去画的线条，那这样的画呢，刚画上去的是笔尖的浓墨画上去了，之后呢，一边画，笔肚上的水分会慢慢渗化到笔尖，渗透到笔尖之后呢，笔肚上的水分是浅的呀，是淡的呀，是非常干，是非常浅的呀。那渗透下来之后，浓墨已经用完了，水分我们画的很多是水分，这种情况下呢，会越来越浅啊，会慢慢的变浅。大家呢可以根据老师讲的这种用笔的方法进行练习啊，可以多练几张纸。当然练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是练竖线啊，也可以练横线的。我们再来试一下，一张纸的话呢，只画竖线有点浪费的感觉啊，还是一样。你看我们现在把毛笔涮一涮，它都是干净的。再重新调墨，笔尖上墨色浓一点，笔肚上继续保持淡墨。那还可以怎么练呢？一张纸啊，我们可以这样练，这个是竖线的练习啊，还有可以横线的练习，也是保持笔尖包含在线条的内侧，一根线条匀速去画它，始终保持中正的一个状态，匀速去画它，一根啊，2根，对不对？3根线条啊，要横平竖直的去练它。我们要能做到这种横平竖直的状态，继续画它，不要总想着去蘸墨啊。
一直这样去中锋行笔。当然，有些同学可能画到一半的时候呢，笔上水分就太少了，就太干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行笔速度放慢。你看现在的话呢，笔上水分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啊，我们还是一样保持这个状态，不要去蘸。行笔速度呢稍微慢一点，行笔速度慢一点之后啊，它这个水分呢会缓慢的向下渗透。这种状态下呢，还是可以继续行笔的。这就是练习中锋行笔的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经过这样的训练呢，大家可以很快掌握住中锋行笔，并且说呢，可以为我们之后讲到墨法的时候呢，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大家可以反复的去进行练习画小格子当然呢，中锋行笔不仅是横竖线条可以中锋，斜着也可以中锋的大家呢可以再找一张新纸也可以呢这样斜着去画这个小棱形的格子，对不对都可以进行练习。这个呢是练中锋的一种练习方法，大家可以多多进行练习。第二的话呢，我们还有一种就是侧锋。侧锋的话呢，相对来说要比中锋行笔用法要更多书法当中中锋用的比较多，画写意花鸟画的时候呢，侧锋行笔比中锋用的还要多一点。我们来讲一讲侧锋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侧锋的话呢是什么样呢？侧锋就是执笔的时候略倾斜笔锋在线条的一侧运行所画的这个线条呢不如中锋圆浑，但是变化却丰富，显得生活显得这个非常的活泼，在写意画当中呢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比方说我们平常画一些小鸟的一些尾羽或者点一些比方梅花的花瓣甚至一些画叶子的时候一些葡萄叶子呀，一些这个芭蕉叶子那都会用到侧锋，包括一些石头行笔方法画石头的时候都会用到侧锋。侧锋用处其实比中锋还要多还要广那么这个侧锋具体是什么样子就是说中锋行笔的话呢，是笔尖包含在线条的中间。那侧锋行笔的话呢，就是这样的。调墨方法记住一样的，笔尖上调浓墨，笔肚上呢保持水分。那侧锋的行笔的话呢，一根线条里面它自然包含这些深浅的变化。我们来画一下，侧锋就是这样的，把毛笔稍微倾斜，笔杆稍微倾斜不再是笔尖在线条的中间了，而是笔尖呢在线条的一侧。我们来继续来练一下，还是竖线条画的时候呢，这个叫侧锋。有没有感受到笔尖是在这个边缘而不是在线条的中间了？侧锋出来的线条呢，有种像刀切的感觉，这边像刀切的感觉，这边呢却像那种比较钝钝的刀的感觉，对不对这边是比较剌一点的，这边呢虽然很光，但是呢给人一种锋利的感觉这就是侧锋行笔。当然侧锋行笔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多进行练习，掌握这种宣纸生宣纸的纸性。可以看一下老师的这个用笔方式用笔的方法，笔尖朝向一侧，这样行笔的方法呢叫侧锋行笔。那由于我们调墨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蘸墨的时候呢是笔尖上调的浓墨，笔肚上呢保持的水分，所以说侧锋的话呢很容易产生变化，很容易产生笔尖朝向的一侧墨色更加浓，笔肚朝向的一侧墨色更加淡这就是侧锋，它出来的线条的质感呢会更加的丰富，会更加的变化多端，这就是侧锋大家呢可以跟着老师的这种感觉继续练习还是笔尖上调浓墨，笔肚上呢保持水分。侧锋还可以怎么侧呢？还可以更加侧锋一点这种倾斜角度可以45度也行30度也行，60度也行，甚至说呢接近90度都可以的，都叫侧锋行笔。笔尖朝向一侧那么它就叫侧锋笔尖朝向一侧这种你说反过来叫侧锋吗？也是一样的，也是叫侧锋行笔的这种行笔方式都叫侧锋。侧锋出现的线条会更加变化多端一些。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叫侧锋呢？例如我们画一些叶子，一笔下来之后侧锋，笔尖朝哪儿啊？笔尖朝向这边，两笔再画出一片叶子的一部分，三笔再画出一片叶子的一部分。这种方式侧锋行笔的方式呢，通常用来画叶子是用的比较多的，包括一些大叶子也是一样的包括这样的一些比较长一点的叶子都会用到侧锋行笔，对不对？笔尖、笔锋朝向一侧就叫侧锋行笔那么大家呢可以跟随老师的一个节奏呢进行练习不要求大家一下就运用到画面当中去，而是呢先把这种侧锋、中锋先把它掌握清楚。那以上这些呢就是侧锋。侧锋的话呢，笔锋朝向一侧记住就可以了。当然大家可以进行更多的练习。我是画的竖线，大家可不可以练横线呢？横线怎么练呢？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横线也是一样，笔锋比方说我向上面斜一点，倾斜的去画它，这种叫不叫侧锋呢？当然叫的也叫侧锋。笔锋朝向一侧都叫侧锋，不管它的朝向不管它的一个怎么行笔，笔锋只要在一侧就叫侧锋侧锋行笔、中锋行笔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两种笔法。那么还有一种呢叫顺锋顺锋行笔呢，就是笔锋的运动方向上来说的，就是笔杆倾斜和行笔的方向一致运笔的时候呢，指腕要比较放松一些，然后呢，画的时候有按下去的感觉也有拖的动作。如果说笔身倾斜比较大，笔杆在前面拖着，笔锋进行拖的力量大于按的力量然后就会变成拖笔的一个姿势。其实很多这些名词儿很多这些这个叫法的话呢，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界限。那顺锋我们来讲一讲顺锋是什么样子的顺锋的话呢，就是这样的，其实它和中锋是有点接近的，就是笔锋运动的方向和这个笔杆倾斜的一个角度它是一样的。像顺锋我们这个也叫顺锋，中锋行笔我们之前练的中锋行笔也是叫顺锋的，对吧？我们是有一点点倾斜角度的它也是叫顺锋的。然后还有什么叫顺锋呢？就是说倾斜角度更大一点，我们笔锋还是在线条的内侧，但是呢不是这种竖直的状态，而是说呢它有很大的一个倾斜角度，这种的行笔方式呢叫顺锋当然呢，比方说我们画一些竹杆的时候我们通常说画竹杆要用中锋行笔，实际上呢要分的再细致一点呢，它是顺锋我们先来练习一下竹杆的话呢，看顺锋行笔，笔尖它并不一定要毛笔和纸面垂直，而是呢毛笔倾斜的一个角度呢和这个竹杆的一个方向是一样的就行。我们从这儿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这种看不断的这样，毛笔的导向和行笔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这种呢就叫顺锋顺着这个笔锋去画它，那这种呢叫顺锋。大家呢可以进行练习，感受一下这种顺锋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是竹杆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呢，竹杆可能练起来比较费事儿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画这种线条顺着这个去画它，顺着这些去练它，对不对可以有所朝向了毛笔从哪个角度走，毛笔的倾斜角度呢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方法呢就叫顺锋行笔毛笔朝哪个方向倾斜，我们就朝哪个方向走，对不对？这种方式就叫顺锋大家呢可以进行练习，和中锋可以进行搭配练习。当然顺锋的话呢还有一种练习方法，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粗细一样的线条，那这种方式呢也有些线条是可以细一点的，有些线条可以粗一点的，就像兰花叶子的感觉，有粗有细可以进行更多的变化了。
顺着这根顺着它啊去画它，对吧？倾斜角度，顺着它去画它。毛笔的倾斜角度和用笔的方向是一致的啊，这种就叫顺风行笔。那么大家呢，可以在一张纸上多进行训练，各种方向的都可以进行练习。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逆风。逆风呢，就是和顺风啊形成一个对立的这样一个面。逆风行笔也是我们在写意花鸟画当中经常用到的一种用笔方法。那逆风行笔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又称为有些时候呢又称为戳笔，就是笔锋在前，笔杆在后，笔杆倾斜的方向与运动的方向呢正好相反啊。我们顺风知道是一样的，行笔方向一样，逆风的话呢是正好相反，逆向前进啊。这种笔法的话呢，出来的线条更加富于变化。笔锋受阻是比较大的，你看顺风是顺着嘛，逆风的话呢是这样的，笔锋受阻是比较大的啊。画的时候呢，有时候啊笔尖它会有时聚在一起，有时呢又散开，形成一种苍老的、粗糙的效果啊。有时候我们画石头啊、画枝干呀、画这些藤蔓的时候经常用到。我们来试一下逆风。顺风是这样的，逆风的话呢，我们就是倾斜角度朝这儿，但是不是这样行笔，而是反方向去推，这样去画它。看这个毛笔啊，看这个笔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种这种感觉的啊，这种感觉的。逆风的话呢是比较损害毛笔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用逆风画出一些更加干枯的一些线条。甚至有时候逆风的话呢，画的时候不仅笔杆不动，可以笔杆呀稍微的捻动它，稍微与捻笔的动作啊，稍微笔杆转动转动出来的逆风线条呢会更加的优秀。我们来画一下。笔杆的话呢，稍微的捻动它一下，出来的这种非常像藤蔓的感觉啊，非常苍老、非常有力量的感觉，这就是逆风出现的线条啊。它和顺风是比较柔的、比较滑的啊，但是逆风出来的线条呢，是给人比较稳的啊，比较苍老的。尤其是呢，逆风状态下啊，它更加容易出现这些变化。有些地方刚画的时候它是湿润的，它会聚风，画着画着呢，笔上水分很少的情况下，再用逆风的话呢，它一下这个笔锋啊就散开了，一下就打开了，那出现了更多的变化，这就是逆风行笔。通常呢，我们画一些枝干啊，会用到逆风。比方说啊，画一个枝干，现在毛笔的话呢，已经被完全打开了一个状态啊，它会自然而然，你像毛笔已经非常散乱了一个状态了。它会自然而然的出现这种感觉啊，这都是非常自然出现的，顺逆可以同时用的啊，逆风行笔出现的感觉，枝干的感觉是非常有力量感的，这种是逆风。还有一种就是果风之后的用笔方法呢，是没有那么太重要的，就是说呢，它是和我们刚讲的这些中锋、侧锋、顺锋和逆锋呢，它们是有互通的原理的。但是呢，大家也要掌握，也要熟悉一下啊，什么是各种各样的用笔方法。还有一种啊，叫果锋。果锋行笔的话呢，就是将笔锋裹束在一起啊，它是有两种方面的，就是说一种呢就是捻动笔管啊，叫果锋，还有一种呢是通过这种手腕的一种转换啊，也叫果锋。果锋呢就是在运行中啊瞬间的它的一个状态毛笔的话呢，它这个笔锋有时候会散开啊，但是呢还能重新裹束在一起啊，它有一种所画的这种线条啊，有这种缠捻的感觉。然后墨色的话呢，也更加的有交替的变化。比方说画一些藤蔓啊，用果锋比较多，或者是画一些这个荷花梗的时候，也可以用果锋什么样子的？就是说画的过程中，轻轻的转动一边行笔一边轻轻转动这个其实是相对于顺风来讲逆风也可以转动的画的时候呢，轻轻转动它，
出现这样的线条啊，这种线条叫果锋。有时候呢，毛笔啊，笔锋是散开的，但是呢，散开之后啊，它又能经过这种转动，它又能聚在一起，这种感觉啊，就叫果锋啊。大家呢可以进行练习，很好玩的一种线条啊，很有趣的一种线条，对不对？你像画一些藤蔓的时候，经常用这种果锋出来的感觉，哇，一看哦，好有变化，对不对？啊，有中锋有侧锋啊，其实呢是中锋和侧锋嘛，我们仅用了一种方法，叫果锋啊，它是中侧锋并用的一种方法。例如在画一些荷花梗的时候，画荷花梗呢可以用中锋型笔，对不对？这个是中锋型笔的啊。但是果锋怎么画呢？果锋画出来的荷花梗啊也非常有趣啊，看用果锋去画的荷花梗，比中锋的画呢更加的生动一些。就是这种是果锋出来的线条的感觉，它有粗有细，变化更加多一些。那么还有一种呢，称为散锋啊。散锋的话呢，它是相对来讲的，又称为破笔，就是说将毛笔我来写一下。散锋的话呢，它是相对来讲的，就是又称为破笔啊。像这个状态就是散锋的状态将笔锋破开啊，散开，然后去作画。一是呢，可以在盘子里面调一调，你看调成一种破锋的状态啊，调成一种散锋的状态，将笔锋散开。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运笔的过程中，使毛笔自然的散开，就像果锋，你一边果锋的时候，它毛笔就会散开，就会形成一种散锋的状态，对不对？这两种方法呢，当然也可以结合去运用啊。散锋出来的线条，它是比较松散的，比较轻飘的，比较零碎的。它更加适合画一些什么呢？比方说羽毛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芦苇的花儿、芦花儿，还有一些细草，或者是一些破碎的叶子，比方说干枯的一些荷叶，那散锋就比较实用了。那怎么画呢？我们来试一下。散锋状态我们先调散锋吧。看这个盘子当中，我们可以直接调成散锋的状态。画的时候呢，出来的线条是比较轻飘一些的，对不对？像画一些小鸟的羽毛用这样的笔锋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非常飘逸的啊。一些芦苇的花朵也是一样啊，我们来画一下。对不对啊？像这种散锋的状态，全是散锋的状态画这个小芦苇花是非常容易表现出这种效果的散锋也是经常用的一种这种技法大家呢可以多进行练习。这种是散锋的状态，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本来是巨锋，画着画着把它画成散锋的。比方说这个本来是巨锋的状态，画着画着呢，笔上水分越来越少它自然而然就形成散锋的状态了。那么我们就顺势去画它。比方说散锋我们能画什么呢？你画枝干也是可以的，散锋出来的枝干它会是这种感觉的有点斑驳的感觉，更加苍老的感觉甚至和散锋的状态画的枝干有点和逆风出现的感觉是比较接近的像画一些松针像画一些松树的枝干的时候，那用这种散锋出来的效果，往往比中锋出来的效果要更加的生动一些。还有一种呢，就叫滚锋型笔。滚锋型笔的话呢，就是笔锋翻滚着去运行笔锋平握有时候呢，毛笔的身体几乎平躺在这个纸面上，那笔杆呢稍微带动笔锋这样转动它，那这种呢就叫滚锋型笔那么就是说让这个毛笔的笔头和这个纸面呢充分接触，利用笔上的墨色去进行绘画。那比方说我们来试一下很好玩的一种用笔方法，大家呢可以跟着那个我们课上讲的这个一起呢进行练习。它和调墨方法要结合在一起去练才行笔尖上调浓墨，记住这一点，很关键的一个知识重复了好几遍了，但是非常关键。笔尖上调浓墨，笔肚上呢保持水分滚锋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的。
啊，甚至可以把毛笔放倒的啊，拿的时候呢可以拿到这个笔的顶端啊，这样就把它放倒，然后呢滚动它，对不对？那这种出现的方式啊，就叫滚风行笔啊，很好玩，对不对啊？当然我做了一些夸张啊，真正运用的时候呢，并不用这么太夸张啊，可以呢，就是说拿近一点也是可以的，啊，滚动它，滚动它，对不对？那这种方式呢，就叫滚风行笔啊。我们可以运用这种方式干嘛呢？画上一些石头，对不对？哎，把这些滚风这种出现的这种感受啊，看它是有深浅的变化的，很自然出现深浅的变化，它又有水墨的韵味感，非常漂亮的这个这种墨色，这种线条，哎，再结合呢这种干枯的这种笔法，很自然的，是不是就是一块石头就出现了，对不对？啊，很自然就一块石头就出现了。那这种就是滚风行笔出现的一些效果啊。当然，滚风行笔的话呢，你像画一些花瓣的时候也会有用到啊。当然呢，后期我们在进行一些作品的一些创作的时候啊，我们再具体的去讲啊，什么花瓣啊是可以运用它啊，什么一些叶子可以运用它，再具体的去讲，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啊，玩一玩，很好玩的一种用笔的方法啊。不仅能竖着横着也可以滚的，对不对？哎，这种就是说在纸上啊这样揉它啊，反复不断的这样去揉它，可以朝一个方向啊，也可以反复来滚啊，就是打滚一样的感觉，叫滚风。还有一种就是叫略笔啊，略笔的话呢，这种和那种侧锋的感觉有点接近啊。其实很多的一些之后讲的一些用笔方法，我们国画讲的用笔方法其实很多的，但是之后讲的一些用笔方法的话呢，它和之前讲的一些呢，它是有所联系的。略笔呢，就是笔锋啊，笔身倾斜啊，它和侧锋是有点接近的，就是笔锋轻轻接触纸面，这种感觉，我们来试一下。笔锋啊，轻轻接触纸面，然后呢，按下去，轻轻快速提起来，入笔轻一点，然后按下去，然后呢，再快速提起来，连贯起来就是这种感觉，这种呢就叫略笔，这种就叫略笔的，对不对？这边是轻的这边是轻的，这边呢是重的这边轻，这边轻，这边重。中间重，两头轻，这种就叫略笔。那比方说我们画一些风中的树叶的时候就可以用到略笔的这种感觉了当然它运用的方法呢是有很多的。这个是枝条，那树叶画一些风中的树叶怎么画呀？甚至像一些芦苇叶子，我们也可以用略笔我们用的侧锋也可以用略笔去画它。这种感觉两头轻，中间重画出这个树叶的感觉它是有一种带风的感觉，对不对？都是朝一个方向去略笔，出现一种带风的状态，带风的感觉，这种就叫略笔略笔的话呢，可以长一点的略笔，也可以呢短一点的略笔，也可以小一点、细一点的略笔都叫略笔。朝左边、朝右边叫略笔，朝左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叫略笔朝下方，这种叫吗？也叫略笔的。就是说用笔的方法呢，它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大家呢可以进行训练，各种用笔呢可以抽出那么10来分钟进行训练的，对不对？多多进行练习。朝上的叫略笔嘛，当然也叫的。记住这些方法，两头轻，中间重行笔速度稍微快一点，有点挑的动作就叫略笔。好，那么我们知道略笔了之后还有就是对应的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呢？其实我们讲到现在，细心的同学可能会想到一个规律，就是说呢，我们中国画经常提到的一个阴阳的对比变化。一个阴阳的对比变化，就是说呢，它是极具对比性的。我们刚刚讲的略笔是行笔速度很快然后呢出现一些甚至说一些干燥的线条甚至一些侧锋的感觉。那么我们接下来讲的呢就是柔笔柔笔呢就是和略笔刚好相反，笔肚着纸，笔
用笔的根部啊，用力去画它，当然力量可以可大可小啊，可以顺时针也可以逆时针啊，以笔的尖啊为圆心啊去旋转去运行啊，行笔速度要慢，这种笔法呢能产生这种柔和的感觉、润光的感觉啊，润光的效果。你像画一些葡萄的时候呢，就可以运用柔笔。当然，柔笔的话呢，要画葡萄不仅能用柔笔，还可以用握锋啊，都可以的。画一些圆的形象啊，葡萄啊、荔枝啊、枇杷呀这些都可以啊。柔笔有时候呢和握锋可以把它是同一个啊，是同一种的。那什么叫柔笔呢？就是这样的，笔尖基本上不怎么动啊，靠笔肚去运行啊，笔肚按下去，哎，这种就叫柔笔啊，这种就叫柔笔，一揉啊，笔尖为圆心啊，去画它，哎，这就叫柔笔。行笔速度呢要慢啊，略笔行笔速度快，柔笔呢行笔速度慢。略笔的话呢，提按的变化很明显；柔笔的话呢，基本上它不存在粗细的变化，它就是水润的感觉啊。略笔的话呢比较干，柔笔的话呢比较湿。其实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之前讲的那些包括接下来我还会讲到这种对比的变化。中锋是笔尖在中间，侧锋呢是笔尖在一侧，它是对立的它是对比的包括一些我们之前讲的一些什么呀散锋，对吧？当然散锋它是散锋果锋这些呢其实也是有点对立的，顺锋、逆锋也是对立的。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中国画它是从传统文化当中转变过来的。那么它的这种用笔的方法呢，都是在寻求这种变化。我们有一幅作品当中，你用到了顺锋，那么你作品当中呢，最好也掺杂上一些逆锋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呢，画面它产生这种对比变化有中锋。如果说一幅作品当中全都是中锋行笔，那么会显得比较呆板一定要加上一些侧锋全是用侧锋的话呢，会显得画面非常轻佻。那画面当中我们需要一些中锋的感觉，就是说呢，在今后的绘画过程中，那么大家熟练去运用这种阴阳的对比变化，对我们的一个国画的学习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那柔锋的话呢，当然不仅可以这样一笔揉下去也可以画两笔像经常我们画葡萄的时候，看老师画葡萄，经常这样这是一小笔这边呢又是一大笔基本上就是运用的柔锋，也称为握锋，笔尖不怎么动笔肚呢在动笔尖不怎么动，笔肚在动这种呢就叫柔锋行笔柔锋行笔是这样画出来的。画一些圆形的甚至说呢，你像画一些梅花花瓣，也可以用这种点揉的方法比方说也是一样揉一下它这边也是揉一下它，对不对？也是可以运用柔锋的梅花的花瓣当然画的时候呢，真正讲到梅花花瓣的时候不仅可以用柔锋它是有很多的一些方法的，大家呢可以先进行这样的练习，很好玩的练习然后还有就是蘸笔，蘸笔的话呢，又称为颤笔，就是笔锋正的也好侧的也好那这个笔锋和笔肚之间就笔腹之间这个接触纸的时候，它不是流畅运行的，它是忽实忽虚忽连忽断，形成那种苍老的毛色的效果。一般我们画一些质地比较粗糙的或者厚重的一些形象一些枯木呀，一些石头用小的笔锋颤动画出一些这个木本的或者草本的都可以的，出现一种特殊的效果。就像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画家，那么他会出现一种你像齐白石老人很多晚年的作品和他早年的作品就不太一样他会出现一些这样的线条，来示范一下，就这种线条。包括一些画家也在刻意去模仿就是出现这种断断续续的这个手在颤抖的感觉，给人感觉手在颤抖。实际上呢，我们可以故意去这样画它这种提按的变化，这种提按的变化，对不对？刻意出现这种提按的变化，
这种就叫蘸笔，可以中锋蘸笔，也可以呢侧锋，也甚至散锋蘸笔，这种啊叫蘸笔。蘸笔画出来的线条呢，它显得更加苍劲有力一些啊，显得更加的有一种更加苍老的这种韵味感啊，这种就叫蘸笔啊。当然呢，你像直线也是可以蘸笔的，这种忽实忽虚啊，给人感觉好像拿不稳毛笔似的，有些地方刻意的断开，但是这种蘸笔啊，它是笔断意连的感觉啊，虽然断开了，但是并没有真的断开啊，而是说我们画的过程中不是刻意断的，而是说这种提按这种颤抖的感觉。画到这儿之后啊，它自然而然的它断开了啊，是这种感觉啊，这种是蘸笔的一个表现形式啊。当然蘸笔这个用的不多啊，大家遇到一些作品的时候呢，出现一些特殊效果的时候啊，可以去运用。再有呢就是点笔啊，点笔的话呢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在纸上点点儿。来讲一讲。点笔的话呢，就是在纸上点点了，就是笔尖接触纸就行啊，笔杆垂直下按，这种就叫点笔啊，或者是倾斜一点也叫也叫这个点笔，就是力量一般不会很大啊，点触纸之后啊，接触纸面之后呢，立即抬起来，这种叫点笔，对不对？就叫点笔。有些的话呢，你像我们画一些这个麻雀背部的一些斑纹的时候啊，经常就用这种点笔的方式啊，一些禽鸟啊，比方说一些小翠鸟身上一些白色的那个斑点也会用到点笔，甚至说一些画石头上面的一些这个胎点也会用到点笔，对不对？点下去之后立马提起来，点下去之后立马提起来，那这些都是点笔啊，就是很多笔法它是可以互用的，蘸笔和点笔啊组合起来，可以互用的，一些枝干上面都可以运用点笔的，就是快速的按下去，快速提起来啊，这种是点笔啊，当然方向可以产生变化呀。这样叫点笔吗？当然也叫点笔的啊，按下去快速提起来。还有一些像画一些浮萍啊，也可以算成点笔啊。侧锋啊，把它放倒啊，这种点儿叫点笔吗？对吧？也叫点笔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叫什么呢？就叫这个叫这个嘟笔啊。嘟笔的话呢，它和嘟笔的话呢，它和这个刚我们讲的那个点笔啊，它有点接近啊。嘟笔的话呢，它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笔锋和笔肚同时接触纸啊，着力这个笔腹的按的这个力量呢比较大一点。我们点笔就是这样点的啊，嘟笔的话呢就是这样点啊，就点的点子更大一点啊，这种叫嘟笔啊，就是嘟笔，当然它是可以大一点啊，也可以小一点，也可以尖一点，可以圆一点啊，也可以和柔笔呢进行结合的一个使用啊。那比方说柔笔，我们是对吧？嘟笔和柔笔啊共同使用起来的话呢，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多名字的我们笔锋的一些叫法的话呢，一些用笔的叫法啊，越往后面去讲的这些用处呢，就是比较少的啊，用处比较少，但是呢，大家也要掌握一下，这种就是嘟笔。你像画一些大的胎点啊，或者点叶子，用那种嘟笔去点叶子也是可以的。甚至说呢，有时候一些画家画那个鸟类的羽毛也用嘟笔，按下去啊，这儿也按下去，按下去，不断的这样重复它，去达到这种鸟类画小鸟的一些羽毛的一些特点啊，运用这种嘟笔去画，其实和点笔有点接近。点笔的话呢，快速提笔；嘟笔的话呢，就像点笔的一个延续啊，点下去之后揉一揉啊，点下去之后，然后不动啊，让它晕得更开一点啊，点子感觉更大一点啊，这种就叫嘟笔啊，用的不是很多啊，但是呢也要掌握才行。一些特殊的效果还有什么样的呢？像这种的不仅用笔肚叫嘟笔，这种也是一样的，点下去之后让它自然的晕开。也叫嘟笔，像画一些这个补景的时候这种让它自然的晕开，也叫嘟笔啊。其实和点笔是比较接近的一种用笔方法。画一些铜钱草，
或者是画一些这个浮萍啊，也都可以运用这种的。再有一种花鸟画当中不太常见的用笔方法啊，叫皴笔啊。皴笔的话呢，经常会用到山水画当中。皴笔的话呢，经常用在山水画当中啊。那么我们皴的话呢，简单说啊，因为皴笔的话呢，在花鸟不常见，山水的话呢，也没有必要去讲的那么太深入呢。因为我们讲到山石的时候呢，皴笔啊会怎么样？皴笔的话呢，会着重的去讲一讲啊，各种各样的皴。我们山水讲究勾皴点染嘛，啊，各种各样的皴法呢，它都是不一样的。那皴笔应该怎么运用呢？简单说一说。花鸟画当中啊常用的，或者是呢，山水画当中常用的啊，就是说一些简单的一块石头啊，这些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先看啊，先不用跟着练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这些不常用的这些用笔的方法呢，大家直接练起来会有点吃力，大家可以先感受一下。皴的话呢，就是啊，有很多皴法，比方这种啊，就是平行的感觉啊，这种顺着山石的一个势啊去皴擦，顺着山石的势去皴它，对不对？啊，这种就叫皴皴笔的方法，把这个石头啊表现的有立体感啊，表现的有空间感啊，这种就叫皴笔啊。当然，山水画当中的皴法要比这个要复杂的多，这种是面皴啊，面皴的感觉啊。你像皴笔的话呢，还有一些山水画当中啊，还有一些线皴啊，甚至说呢，还有一些点皴啊，就是分起来的话呢，皴它是可以单独去讲很多很多知识的。啊，花鸟当中讲的会比较少一点，山水当中会讲的多。比方说这种花鸟画当中啊，还会用到一些这种的点皴啊，也会用到一块石头，你像齐白石啊、吴长硕经常用这种。就用点啊去皴它啊，山水当中也有点皴的啊，就是说呢，这是一些皴笔的方法啊，大家可以先感受一下就行。包括一些还有什么样的皴呢？你像一些石头啊，一些这种也叫皴啊，也叫皴笔的方法，中侧锋混用的这种啊，也叫皴笔的方法。也是一块石头，通常呢就是表现山石的时候，那我们会用皴笔的方法。花鸟画当中当然也会用到山石，对不对？哎，这就是皴笔的方法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擦笔啊，擦笔呢我们就和皴笔啊放在一起。擦笔呢也是一样，和山水画当中啊用的是比较多的啊。就是擦毛笔的擦啊，没错，擦毛笔的擦。然后擦是啥意思啊？就是说，在这个笔杆倾斜一点啊，侧锋枯笔，看笔上水分很少的，枯笔平躺在纸面上啊，指腕可以放松，哎，轻轻的摆动它啊，来回的摩擦，哎，这就叫擦笔啊，很简单，力量的话呢，可以稍微均匀一些，在纸上呢。不留笔痕，什么叫笔痕呢？像这些都是笔痕啊，笔很清晰。那擦笔的话呢，不让它留下笔痕啊，就这样干擦它就行啊。擦笔呢，可以和皴笔进行结合使用啊，加强这种中间的一个过渡的一个变化啊，增加它的一个立体感，增加它的一个粗糙感啊，增加它的一个模糊感啊。擦和皴呢？擦相当于皴的一个辅助的这样一个用笔的方法，你像这些地方都可以干擦它一下，擦一它之后呢，这个石头它显得更加厚重了。包括这些地方都可以皴完之后再擦它啊。当然山水画当中用的会更多，花鸟画当中呢也是一样适用的，对不对？这样的话一块石头嘛，显得就更加的这个生动了啊，显得就更加完整了。这就是擦啊，擦不需要太多讲。好，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用的非常多的一些
用线的方法，还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比方说一些转笔啊，我们来简单讲一讲了就。那像一些转笔啊，一些折笔啊，一些这个促笔啊，一些替笔啊等等这些用笔的方法的话呢，它其实呢就是讲到了一些行笔的一些方向啊。比方说转笔是什么呀？转笔就是你不管用什么锋啊，不管用什么笔锋，那么就是转折的一个状态。你看我们中锋之前练了是这样的，叫中锋。那转笔是什么呀？转笔中锋可以转笔啊，这种侧锋也可以转笔啊。怎么个转笔啊？就是想在哪儿画就在哪儿画。中锋，哎，这种是转笔，对不对啊？这种是全是中锋的转笔。那侧锋的转笔的话呢，也是一样啊。侧锋啊转笔，哎，就是说转着圈儿的去画的啊，它就叫转笔。就是说我们国画它中国语言嘛，它就是这样的啊，它就是这种语言，它就是表现出的它的一个表象的一个含义的啊，转笔。那这种是转笔了，对不对？还有就是折笔啊，转折啊，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转的当中我也运用了一些折笔，折笔就是出现一些棱角感啊，对吧？这种就是折笔的感觉啊，它其实你看转笔就是圆转的，折笔呢就是这种方折感啊，它就叫折笔。所以说呢，我们后期的一些这个练习呢，就可以更加自然一些啊。当然，大家这些就不再需要跟着课上这样去练了，因为转和折的话呢，在后期我们去画成幅作品的时候呢，会更加熟练的去运用啊。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啊，知道有这么个意思。后期我们提到转笔、折笔的时候呢，大家知道是怎么来的就可以了。还有一个用笔的方法呢，是叫替笔啊。替笔的话呢，就是和提按替笔的话呢，就是说它和一个用笔的提按有关啊。只不过呢，我们后期可以单独把它摘出来，就是这样的啊。这种就叫提笔，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那这种就叫提笔。包括我们画一些水草的时候呢，都可以运用这种。这个是小点的提啊，对不对？这种叫提笔。那这种的话呢，长一点的也叫提笔的啊。像画水草的时候经常用到的，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那这种就叫提笔啊。包括一些树枝上啊，一些小的尖刺。一些像月季花上一些这个枝干啊，它上面有一些小的刺，也是可以用到提笔。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哎，这种感觉，对吧？运用的是哪种方法呀？就是提笔，就是运用了提笔方法。那么这些的话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常见的啊。我们这个名字也不需要去刻意的去记忆啊，只需要知道有这么个词儿，然后呢用的时候知道按下去提起来有提按的变化，那么就可以了。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用笔的所有的方法啊。这个用笔大家呢可以跟着老师呢进行一起来练习，可能需要那么1到2个小时去练，但是呢当大家掌握这些方法之后，在后期去进行成幅作品的绘画的时候呢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好，我们这节课呀，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大家呢可以跟着这节课呢做一个练习啊，做一个练习。